乌克兰也要参与美伊之战。当然，这不是打伊朗的意思，而是用自己的反无人机经验帮助其他国家抵御伊朗的袭击。在这方面，乌克兰可谓经验丰富。仅2026年2月，其自产拦截无人机就击落超过1500架俄军无人机。泽连斯基透露，他接连收到11个国家领导人的电话，请求乌克兰提供防御协助，包括伊朗邻国、欧洲国家以及美国。一个打了4年仗的国家，还有多余产能去帮别人吗？乌克兰这笔买卖究竟是怎么谈的？我们先看一组数据。根据阿联酋国防部3月10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截至3月9日，伊朗向阿联酋发射了253枚弹道导弹，1440架无人机，还有8枚巡航导弹。卡塔尔那边127枚导弹，63架无人机，7枚巡航导弹，还顺手拦截2架伊朗的苏24战机。巴林也没闲着，105枚导弹加176架无人机。这只是能统计到的，沙特和阿曼的数据还没出来。这么多东西打过来，他们防是防住了，但是阿联酋就拦截了233枚导弹，击落1359架无人机。听起来战绩不错，但问题出在成本上。他们拦截用的可全都是爱国者，1枚爱国者 PAC 导弹出厂价400万到500万美元。更夸张的萨德系统，打一次直接1200万美元就没了。一架伊朗见证者无人机呢，2万到5万美元。用爱国者拦截见证者，成本比最高能达到70:1。这种成本对比，谁来打都扛不住。更要命的是，库存可能也扛不住了。PRI 中心在3月6日发布了一份分析报告，阿联酋大概有1000枚爱国者和 THAAD 拦截弹。光对付伊朗之前的袭击，阿联酋可能已经打掉了200枚自家的导弹，库存少了20%到40%。这还是保守估计，还有消息说，海湾国家在短短3天里就消耗了800多枚爱国者 PAC-3 导弹。这个数字比乌克兰在整个俄乌战争期间拿到的拦截弹总数还要多。800枚是什么概念？按单价400万算，那就是32亿美元，3天就打没了。但是产能可供不上这种打法。泽连斯基3月初在接受采访时爆了个料，洛克希德马丁公司1个月也就生产50到60枚 PAC-3 导弹。照中东这种打法，产能压根儿撑不起消耗。而乌克兰这边就不一样了。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3月初透露，仅是2月份，乌克兰的拦截无人机就击落了超过1500架俄军无人机。核心武器就是乌克兰自己产的拦截无人机。拿 Skyfall 公司的 P1 来说，单价大概1000美元。4个月时间里，光是官方公布的战绩就击落了1500多架见证者和1000多架其他类型的无人机。1000美元对3万美元，这账不用算都明白。于是就有了接下来的动作。中东国家争相找上了乌克兰。3月8日，泽连斯基在最高统帅参谋会议后宣布，乌克兰收到了11个国家的安全援助请求，有伊朗的邻国，有欧洲国家，甚至包括美国自己。现在大家能理解为什么这些国家突然把目光投向乌克兰了吧？乌克兰有什么？有全世界最丰富的反无人机经验，而且战绩可查。面对中东国家的求助，收到请求之后的乌克兰直接把行动力拉满。仅过了1天，3月10日，泽连斯基就向媒体确认，3支全员配置的专业团队已经分别抵达卡塔尔、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与此同时，他的通讯顾问德米特罗·利特温还确认，另一组专家已经部署到了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这些专家要干的事有3件：第一，实地评估当地的防空漏洞；第二，手把手教当地部队怎么用乌克兰的拦截无人机；第三，把自己过去在战场上的战术经验全都掏出来。那问题又来了，乌克兰自己还在打仗，哪来的多余产能去帮别人？这个问题的答案说出来，大家可能都觉得意外。乌克兰不缺产能，他们之所以没有大批量制造无人机，是因为乌克兰政府钱不够，买不完。泽连斯基3月10日接受采访时，直接把底牌亮了出来。乌克兰目前的拦截无人机制造能力其实只开动了大概1半。他的原话就是：我们根本没有资金来资助所有的生产和所有的产能，工厂机器摆在那里，工人也都在，但乌克兰政府的采购预算就那么多，买不完厂家造的东西。路透社专门跑去了 Skyfall 的工厂，他们给出了一个相当具体的数字：1个月能造5万架拦截无人机。这5万架里面，乌克兰军方需要的大概是4万架左右，剩下的1万架就是可以出口的富裕产能。注意，这还只是一家公司。具备国有背景的军工协会 UCDI 其 CEO 伊霍尔·费迪尔科直接放了个更夸张的估测：生产拦截无人机和其他反无人机系统的厂家，产能大概是乌克兰军方需求的2倍。所以，当海湾国家找上门想来买的时候， Skyfall 的代表阿瑞斯直接表态说，只要政府批准，公司随时准备提供任何必要援助。当然，前提是不影响乌克兰本国自卫。那这些无人机送到中东，谁来飞？总不能让乌克兰的飞行员一直在那边待着吧？
这个问题乌克兰人也想好了。Skyfall 自己有个培训学院，3周内就能训出一批新飞行员。如果需要，他们随时可以派教官出国，而且他们已经开发出了远程操控技术。也就是说，操作员可以坐在乌克兰的屏幕前面，控制飞到中东上空的拦截无人机。所以只要乌克兰政府愿意，乌克兰要东西有东西，要技术有技术，要经验有经验，都能大大方方的给。关键在于这些国家能拿什么来换，毕竟乌克兰也不是做慈善的。泽连斯基在这件事上从头到尾都把账算得明明白白。就在专家组抵达海湾的同一天，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接把底牌亮了出来，要的就是防空导弹。更具体一点来说，就是 PSA-2 和 PSA-3。泽连斯基的逻辑特别简单，海湾国家有爱国者导弹，但他们用这些几百万美元以内的东西去打几万美元的无人机，不仅是浪费，关键是数量根本不够。而乌克兰正好相反，有大量的廉价拦截无人机，但防空导弹快打光了，两边一换，各取所需。那除了爱国者导弹，乌克兰还能换什么？最直白的就是钱。泽连斯基在3月10日的讲话中提到，他们去年就向美国提出过一个叫无人机协议的计划。这个计划的核心就是让美国投资乌克兰的富裕产能，然后分走相应的产量。美国出钱扩产，乌克兰拿产能换钱，再拿钱生产更多武器。可惜当时美国并没有应下来。2名美国官员向阿克西奥斯透露，自从2月28日后，这一决定在政府内部被视为重大的战术误判。一位官员更是直言不讳，如果我们在这场战争前犯了战术错误，那就是这次。不过泽连斯基明确表示，他们依然希望最终能与美国总统签署这个协议。不过就算无法和美国签署，新的机会也来了。这就要说到另一个有意思的信息了。3月9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亚卡拉斯在欧盟大使会议上放了个风。他说，欧盟正在准备一个新倡议，打算在乌克兰的工业生产和中东国家的军事需求之间牵线搭桥，当那个中间人。这意味着欧洲已经看到了机会。乌克兰的军工产能不是开不满吗？欧洲出钱帮乌克兰扩产，然后产出来的无人机一部分留给乌克兰自己用，一部分卖给中东，或者自己也可以趁机囤一些，再赚个外交筹码。这件事要是谈成了，泽连斯基口中只开动了一半的产能，可能很快就要拉满了。更妙的是，这笔买卖一旦跑通，后续的空间可能比想象中大得多。从战场到经济再到政治外交，影响几乎是全方位的。如果跟海湾国家的这笔交换能谈成，乌克兰拿到 PSA-2 和 PSA-3，那他们最头疼的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就有办法对付了。要知道，俄军天天把这批导弹往乌克兰后方砸，发电厂、居民楼、医院一个也没躲过。乌克兰手里要是有了足够的爱国者导弹，就能把这些关键设施护住，而且乌克兰可以把原本用于防空的力量腾出来。现在乌军为了防住俄军的导弹和无人机，不得不在后方部署大量防空资源。如果爱国者导弹到位，这些资源就能往前线挪一挪，支援进攻作战。除此之外，这些拦截无人机在前线也能用。这种几百上千美元的小东西，不仅可以打见证者，也可以打俄军的侦察无人机、柳叶刀巡飞弹。如果海湾国家的订单进来，乌克兰的产能拉满，前线的拦截无人机只会更多，不会少。最后就是经济账。乌克兰国防部在2月份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放了一个大招。过去4年，乌克兰的国防工业产能增长了50倍，已经干到了500亿美元规模。注意，这是产能，不是实际产出。为什么产能这么大，产出却跟不上？还是那句话，乌克兰政府没钱把所有东西都买下来。2025年，乌克兰自己下的国内订单只有120亿美元，产能500亿，订单120亿，剩下那380亿的缺口就是留给出口的空间。早在今年2月，乌克兰专门负责战时出口审批的国家委员会已经批准了40份企业出口申请，这些申请大部分都来自国防企业。更有意思的是，乌克兰还打算对这些出口征收出口税。这就是泽连斯基一直在推的经济正循环，用外国订单激活国内产能，用出口收入反哺军工生产，再用扩大的产能满足自身需求。他在3月6日的例行讲话里也强调，乌克兰今年的无人机产量必须全力爬升，特别是拦截无人机和远程攻击无人机。现在中东的订单送上门，正好给这个目标装上了加速器。更关键的是，乌克兰现在已经不是傻等着别人下单了，他们开始主动铺渠道。泽连斯基3月初宣布，将在德国和丹麦设立武器出口办事处，计划到2026年底前，在欧洲建立10个武器出口和联合生产中心，本质上是在构建一个跨越国界的军工利益共同体。再往深了想，还有外交支持。原定的美俄乌3方会谈推迟举行，因为美国现在顾不上乌克兰，得先处理中东。按理说，这对乌克兰不是好事，焦点被分散了，援助就可能变慢。但是现在中东对乌克兰有所求，这事儿最微妙的地方就在这里。一个打了4年仗的国家，一个长期以来需要别人援助的国家，突然成了别人求助的对象，从伸手要变成了伸手帮。这个身份转变比任何外交辞令都管用。
泽连斯基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也说，乌克兰愿意帮助中东国家，也是希望争取外交支持，以鼓励俄罗斯走向停火。这话说的比较含蓄，但意思很明白。如果海湾国家能在国际场合帮乌克兰说说话，或者利用他们和俄罗斯的关系给莫斯科施压，那同样是一种回报。所以这笔买卖如果真的谈下来，可以说所有国家都不亏。海湾国家终于可以不用拿金砖砸蚊子了，库存能省下来了，美国的防空压力也有人分担了，还不用从自己的库存里掏导弹给乌克兰。欧洲也找到了投资军工的新渠道，还能趁机攒一波外交筹码。但最大的赢家是乌克兰，一个打了4年仗的国家，愣是把战场上的血泪经验变成了全球真正要的战略资产。而那些见证者，这下真成见证交易的背景板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乌克兰的入场能够改变这场战争的走向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